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财经快讯是：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将在美国开设办事处，以加强国际合作监管快速发展的技术。该研究所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需要加强国际协调。接下来，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将在伦敦高等法院出席听证会，结果可能导致他被引渡至美国，面临间谍指控，或为他提供再次上诉的机会。判决将取决于法官如何看待美国官员提供的保证，即阿桑奇受审时他的权利不会受到侵犯。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为应对降价造成的车队价值下降和服务问题，正在向欧洲租赁公司提供折扣和其他补偿措施，以安抚因特斯拉维修昂贵和服务缓慢而疏远的企业客户。接下来为您播报：中国因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对波音和2家国防公司实施制裁，以阻止台湾进口先进战机和发展国防工业。我们来看一下，新兴市场企业债收益率溢价低于美国国债，投资者仍在押注进一步上涨。低风险溢价吸引了寻求较高收益的投资者，技术因素也推动了对新兴市场企业债的需求。尽管美联储的延迟、中国经济增长疲软等因素仍然存在，但对美元资产的抢购推动了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企业债的需求。接下来，华尔街知名唱空人士迈克尔·威尔逊转为看好美股前景，将标普500指数目标上调20%至5400点。请看下面这条消息：苹果在中国的官方天猫商城推出大幅度降价活动，部分 iPhone 型号最高可优惠2300元。此举是为了应对来自华为等本土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让我们关注美国最高法院正在权衡企业在未来几周结束任期时的新界限。最高法院法官已驳回发薪日贷款人废除消费者金融监督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上诉。在6月底夏季休会开始前，预计法官将作出裁决，限制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其他联邦机构打击公司的能力，以及破产法院保护有权势的一方免于承担责任的权利。请看下面这条消息：印尼政府向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提议在富含镍的印尼建设电动汽车电池厂。马斯克表示将考虑该提议。印尼希望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产业，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镍储备。让我们关注麒麟控股推出电盐勺，利用微电流增强咸味，促进健康饮食，减少钠摄入量。接下来，摩根大通投资者日将关注其增长战略和继任计划。CEO 戴蒙和总裁平托等高管将出席。戴蒙已执掌这家最大的美国银行超过18年，他的继任者备受关注，候选人包括皮普萨克和罗尔伯格。请看下面这条消息：美国股市周一上涨，此前道指首次收于4万点以上，铜价飙升。英伟达 NVDA 财报即将公布。接下来，摩根大通今年提高了利息收入预期，部分原因是美联储预计降息较少。最后一条财经快讯：塔吉特百货降价促销，包含牛奶、尿布等5000多种常用商品，以吸引囊中羞涩的顾客。该公司还面临沃尔玛的激烈竞争，后者已提供更低价格的产品。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